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马电竞。S13 瑞士轮第5轮的3场系列赛已经全部结束了，因为整个第5轮是集中在29号下午一口气打完的，所以整个的过程还是蛮精彩刺激的。KT 和 DK 这场韩国内战，赛前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预测基本算是一半一半吧，因为这两支队伍都有很多薄弱的环节。从整个系列赛的过程来看，正如大家预料的那样，双方在操作失误以及运营决策上的漏洞都非常多，但相比之下 KT 要稍微好一些，无论是第一局的上单瑞兹，还是第2局 Aiming 泽利后期兜底，都成为团队的保障。反观 DK 这边，曾经的冠军中野联动也没打出效果， Deft 操作变形已经表明他不再适合职业赛场的强度了。至于上辅这两人，完全就是队伍的累赘。之后的2场 BO3 就是 LPL 赛区的2支队伍打2个欧洲队伍了。先是微博这一场，小虎第1局一如既往的烂，好在第2局 The Shine 拿命 C 了一把，将队伍从悬崖边拉了回来。当然 FNC 这个队伍也蠢，那波大龙决策真不知道咋想的，决胜局 FNC 这几个人还想在中路点菜，结果被操作，小虎终于只能一把带队打进了8强。至于 BLG 这一场，基本上没什么好聊的，这个队伍现在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另一个人，下路烂成这德行也算是意料之中。在 BLG 对阵 G2 的第2局，坦率的讲，第2局比赛 G2 和 BLG 双方上演了翻中翻，且都浪过头了。开局寻就上演了一波亚洲捆绑小兵，直接导致了 BLG 前期的节奏和心态出现了问题。前25分钟 G2 利用奥拉夫顶住前排，梦魇和卡莎强行飞后排的战术，一度打出了近5000的经济优势。但是当绝大多数玩家以为 G2 会依靠这种战术扳回一局的时候， G2 浪了。27分钟左右 G2 拿下土龙魂后强行追击，结果被 BLG 抓到机会，反打出0换3斩获大龙。随后 BLG 逆转经济劣势，并反超近6000的经济。结果当 BLG 即将翻盘获胜，挺进8强的时候， BLG 的 Elk 犯下大错，与队友严重脱节，被利桑卓带住机会实现2击反转，秒掉了 Elk 的泽利。随后 G2 打出1换3后，拿下远古龙和大龙。最终43分57秒 G2 3龙会轻松扳平比赛。 Elk 这一波失误直接导致了 BLG 的失败。不仅如此，这几场比赛看下来， Elk 的状态可以说是十分迷茫了。另外，本场比赛中 Caps 的 Nico 贡献出了一个冷门但是很实用的操作，在越塔的时候 Nico 变身炮车吃了3下防御塔的伤害，仅掉了1丝血。这个操作不知道后面有没有选手可以复刻一下。对阵 G2 的这3场比赛，几乎是 BIM 拖着这群人爬进8强的。如果他们想在8强走得更远，那下半区必须要有所改变的。而随着 BLG 也顺利晋级8强，这也成为了 S 赛历史上首次 LPL 赛区4支队伍同时打进8强。在瑞士轮的所有比赛结束后，8强赛的抽签也是有结果了。因为京东和三星都是3-0晋级的，所以他们不可能在决赛之前碰面。最后简单聊聊这个抽签吧。上半区 BLG 遇上三星，虽然很多人觉得 BLG 在 MSI 爆杀了三星，这次也可以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版本 BLG 的下路天然劣势，他们目前唯一的强势点就是上路，而且右手对牙膏真的不敢想。但 BLG 避免了跟京东一边，也保不齐突然爆种，打进决赛，继续给人家的黄金之路当垫脚石。然后微博绝对是上签啊，稳进4强几乎没什么悬念了。其先是同属于3-2的战队，微博是唯一一支不用面对京东和三星2支夺冠大热门的队伍。其次就是又在3-1的战队中抽到了实力最弱的 NRG。不过不能因为抽到 NRG 就对微博放心了，因为微博在瑞士轮中面对实力较弱的 FNC 也输了一把，队伍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差的。只希望这次面对 NRG， 微博别再整活了，优势局别给机会，劣势局别着急，稳稳拿下这一场比赛吧。下半区京东对 KT， 只能感慨一句 KT 好惨，但又隐隐感觉 KT 就是今年 S13 主题百炼成钢的男主，如果能把京东给斩了，那夺冠都不奇怪了。但在绝对实力面前，似乎又不太可能。T1 和李宁这场伯仲之间，
T1虽然在之前横扫了 BLG， 但这支队伍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不太稳，尤其是下路。所以综合来说，上半区3星血赚，下半区完全就是个死亡半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最看好那支队伍呢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